如果显卡的颜值也像性能那样要搞一个排行榜的话，那么我肯定会给泰坦 P 的显卡投上一票。金属感十足的配色，凌厉的线条，最重要的是这个外形背后所蕴藏的强大性能。如果显卡的泰坦皮是金色的，魅族的我肯定还会再加上一票。而这个金色的泰坦卡就是今天的主角泰坦 V。在入手这块泰坦 V 之前，我对它的印象一直是高贵而特别。说它高贵，不仅是因为它上市时史无前例的$3000的定价，也是因为它强大的规格。泰坦 V 采用的是沃特架构的 GV100 芯片，这也是它名字的来源。整张卡包含5120个 CUDA 核心、320个纹理单元和96个管线，而 12G 的 HBM2 显存位宽高达3072位。这些指标里无论哪一项都完美诠释了卡皇的高贵。而说它特别，除了这个金色的泰坦鼻外形，还有就是泰坦 V 是整个沃特家族唯一的一块游戏显卡。由于沃特架构在研发时更加偏重显卡的计算能力，它第一次加入了 Tensor Core， 整张卡的双击度性能极强，但这些却对游戏帮助不大。上一代 Pascal 架构对游戏性能的大幅提高，恐怕很难在这一代芯片上重现。而 HBM2 显存的使用也使得芯片的成本大幅提高。这样一来，沃特架构游戏显卡恐怕很难在市场上有更强的竞争力，这也让泰坦 V 成了这一代显卡里的独苗。说了这么多，这款泰坦 V 的游戏性能究竟如何？我们还是通过测试来一探究竟。在健康版 14900K 和 32G DDR5 内存的支持下，我手上这块卡的 TimeSpy 得分是13019，这个成绩还可以。游戏跑分方面，考虑到泰坦 V 的性能和定位，本次 Benchmark 全部在 2K 分辨率下进行。古墓丽影暗影最高画质下成绩104帧，荒野大镖客均衡画质下成绩是80帧，斐扎地平线5超高画质 FSR 开质量档成绩79帧，赛博朋克2077在高画质开 FSR 质量档和真生成时成绩是110帧，黑神话悟空在超高画质 FSR 50采样开启真生成，成绩是82帧。GTA 5增强版高画质 FSR 质量档，关闭真生成，平均可以跑120帧以上。孤岛惊魂6在极高画质 FSR 超高质量设定下，测试成绩是82帧。而实际测试依然在 2K 分辨率下进行。首先看线上游戏部分 ，CS2 高画质，关闭 FSR， 平均可以跑200帧以上。39周在极致画质 FSR 质量优先设定下，平均在90帧以上。永劫无间在高画质 FSR 质量档设定下，平均130帧以上。而吃鸡则可以在超高画质的训练场跑到150帧以上。单机游戏里，生化危机4在高画质 FSR 质量优先时，平均80帧以上。心灵杀手2中画质 FSR 均衡，游戏帧数在60帧左右。寂静岭2重置版高画质 FSR 质量档，平均60帧左右，开真生成后平均接近100帧。潜行者2史诗画质 FSR 质量档，平均在70帧以上。无主之地4高画质，开启 FSR 质量档和真生成，游戏可以稳定在60帧以上。战地6极高画质 FSR 质量档，游戏中的帧数在60帧以上。出于对 HBM2 高带宽显存性能的好奇，我还在几个游戏里测试了一下 4K 分辨率的运行情况，但除了 Control 能在 4K 高画质抽分开 50% 时以平均80帧以上运行，其他的游戏在类似设定下帧数都会降到60帧以下，达不到常玩的需求。从以上的测试可以看出，作为一代卡皇，在上市8年以后，泰坦 V 在今天仍然可以在 2K 分辨率下畅玩主流游戏。那是不是说它在今天还是一个游戏显卡的好选择呢？这个可能需要大家多考虑一下了。泰坦 V 的 TDP 高达250瓦，烤机10分钟，核心温度86度，热点温度98度。泰坦鼻在散热上的局限性，也使它成为最后一款采用这种外形设计的卡皇。除了功耗和噪烟上的影响，我们还要看到，毕竟泰坦 V 上市已经8年，它的游戏性能在今天已经可以被新一代的显卡轻松超越。我之前做过5060的评测，就是这块很多人都不带劲的显卡，不仅 TimeSpy 的得分比 Titan V 更高，在游戏中的表现也更强。
更不要说由于泰坦 V 不支持大力水手和光追这些技术，对游戏时的体验造成的影响。所以到了今天，除非有特别合适的价格，不然比起游戏显卡，这块泰坦 V 恐怕更适合作为一个收藏品。因为把这块显卡拿在手上时，你真的很难拒绝它的颜值，但把它装上电脑，它却不一定能给你想要的。